印度空军从周五起将参加为期3周的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此次军演在澳大利亚北部展开，规模创下系列军演之最。17个参与国遍布欧亚、北美等世界主要大洲，其中德国、日本、韩国均为首次参加。那么，此次军演有哪些危险动向值得警惕？来看报道。来自17个国家的约100架飞机和近2500名军事人员，周五启动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主要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基地和廷达尔基地进行，为期3周。参演国家除了美国及其传统盟国英、法、德、澳等之外，还包括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澳空军方面表示，漆黑军演的特点是在现代战斗环境中发现一系列现实的模拟威胁，利用世界最大的训练空域之一，测试和提高军队整合能力。此次演习将为来自印太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提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独特环境中操作飞机、系统和工作方法的经验。漆黑系列演习并非新设，而是澳大利亚空军与其盟友2年1度的定期演习。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断举行。2018年的演习中有4000名军事人员和140架飞机参加。漆黑2022的人员规模虽然有所缩减，参与国数量却从12个增至17个，地域跨度也更广，遍布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亚洲，其中亚洲又涵盖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美国呢希望和他的这个盟国之间在军事上处于一种相互协作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么多年没搞过军演，所以他希望盟国拉在一起，各个军种之间都要做一些磨合。再一个呢，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他希望传达一系列信号美国还是很强大有能力来维护这个亚太地区秩序，保护自己盟国。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希望向他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在内传达信息，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国在军事上还是很强大在冲突中肯定能获胜。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日本、德国都是首次参加该军演。周五，由韩国空军6架 KF-16战机组成的编队抵澳。在此次漆黑军演中，韩国空军还将使用1架 KC-330空中加油机，首次单独执行空中加油任务。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空军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5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系列演习。日本防卫省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则显示，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6架 F-2A 战机和约150人参加此次军演。外界注意到，美日韩近期互动频繁，美国从中起到明显的纽带作用。就在上周，美日韩及加澳举行了太平洋龙军演，实施了使用宙斯盾舰应对弹道导弹的联合训练，这也是美日韩3国自2017年以来首次联合军演。6月11日，3国防长在新加坡相会期间举行了2019年以来首次3边会晤。同月底，日韩领导人还作为亚洲国家代表受邀首次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被视为北约插手亚太事务的风向标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观察指，此次日韩2国参加漆黑军演，便是北约峰会主旨落地的具体体现。韩国中央日报对此事的报道就以韩国战机编队将与北约等国联合军演为题，特别突出了北约这一概念。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当然日本、韩国已经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举行过很多次军演了。这一次呢，参加这一场军演，实际上表明日本和韩国希望更深度的和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国家进行军事上的协作。另一边，德国方面也万里赴约，自周一起派遣包括6架现役主力台风战机在内的13架德国军机和250名士兵，先后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参加漆黑等2项军演。德国空军发布消息称，此举证明德军有能力在24小时内向印太地区投送兵力。德国之声报道称，这是德国空军在和平时期向印太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部署之一。不过，目前抵达亚太地区的台风战机只有5架，
德国之声报道称，一架战机在经停阿联酋时出现液压系统故障。有德国媒体指出，在今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北约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挑战。在此情况下，作为欧盟领头羊和北约中轴势力的德国，在亚太地区投入兵力，则证明美国已将其当作奥克斯和北约之间的纽带，实则是被拖入了一场将对地区安全造成危险后果的重大地缘政治博弈中。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军演结束后，德国空军编队将于9月28日至30日从新加坡前往韩国、日本进行简短访问。此前有消息说，德军机编队将飞越台湾海峡，但将使用民航航线，且不会携带任何武器。之后，路透社援引德国空军司令格哈茨的话称，军机编队没有计划经过台湾海峡。他强调，不认为此次参加军演会向中国发出任何威胁信息。这次他派出的军事装备，规模是最大的，有13架战机，所以这也反映出德国呢希望更深度的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去年他将军舰部署到亚太地区来，今年是他的这个后续的动作。观察指，美国欲依托澳大利亚北部距离南海较近的优势，辐射南海，连接印度洋，依靠空军快速抵达全球部署的优势，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空中力量调度中心。但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都无法仅仅通过一系列演习，就把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参演国整合成针对中国的紧密联盟。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参加这次军演的那个泰国，就在前几天，泰国空军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双边军演，也就是说，泰国它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它并不会和美国完全站在一个阵营里来对付中国它实际上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军演呢，希望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装备、作战理念它的目的仅此而已。印度还参加了正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多国联合空中演习，并要在10月和美国联手在印中边境地区举行军演。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印度呢要追求它自个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独立自主的外交，但实际上现在在中美高调的这种对抗的状态之下呢，印度呢试图要追求一种它的所谓的这种在新的大三角关系当中的这个有利的一方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在中美之间呢，他要一方面要玩一种平衡，另外一方面呢，肯定要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压制，那么从中在中国受到这个压制困难前提之下，要把它的利益把它最大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印度呢也尽可能的现在呢要追求和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协调，甚至于在这种美日澳印的4边机制框架当中，那么来和美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战略配合。但是实际上，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它自身的这个利益和美国和西方国家肯定是不一致的。实际上这一点也逐渐感觉到了，所以最近在俄乌冲突当中，印度实际上也明显的感觉到了，如果靠向美国，顺从于西方的这个利益，那么来和中国对抗、和俄罗斯对抗，实际上损害的是印度自身的利益。所以我想，印度应该认真的思考，它过于靠向西方的这种战略选择，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也不合适的。那么印度呢，应该适度地做出一种战略的调整。